안녕하세요，海派罐头伊米达。听到我讲韩文，代表说这一次我要去韩国玩了。身为一个韩团仔，总算要去韩国玩了。之前小帮手说他去韩国玩过一趟以后，暴吃暴喝，体重加了3公斤，所以我来看看我会加多少。现在看看我的体重，不是吧？我前几天量才81，我现在85.9。36.2，我们是几倍的差距？我是有点震惊，我怎么突然变重这么多了？现在几点11点18分。好，那我们出发韩国，暴吃暴喝。这算是他们的机节吧？讲话的时候我们不会之类的嘛，是很没有礼貌。不然我们要讲什么？那这跟不是一样的意思。像日文，你去日本就是嗨嗨。没关系，我选择 OK。我觉得刚过海关的时候，那个海关长得很漂亮。我也这么觉得。不是明星的一般民众，原来也可以长这么漂亮。就其实我以前对韩国没什么兴趣，然后我也对韩国女生没什么兴趣，然后我觉得对啊，韩国明星很漂亮，但我觉得他们都是魔法变出来的。但现在不一样。他们的这个车票是有指定座位的，所以不是上来之后就随便坐。我们刚坐1个小时的机捷到达了首尔，现在从首尔站再坐地铁到新村站。直达车跟一般车好像没有差很多时间，但是价钱差蛮多的。但我觉得直达车跟一般的车应该有差，就是可能没有放行李的地方吧，然后可能没有对号座之类的。大家会怎么选呢？哎呦，我怎么开始感觉到了有一股冷飕飕的风？韩国今天只有3度，才零下3度，好像要穿外套。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路都会一直在睡觉，飞机上也在睡。刚刚坐韩国的机捷还在睡，现在吹到这个风，马上一下子全醒了。等一下停下来，我要穿外套。这是我第一次到这么北方的地方去玩。我觉得之前去到上海是我去过最北的地方，也是最冷的地方。东京啊？但东京我去的时候是夏天啊。我2次去东京都是夏天。这是第一次在12月来到了更冷的地方，韩国的首尔。你看现在这个风，我这辈子没这么冷过。去滑雪那天一定要戴手套，不然这样子会死掉。我们现在在1号线要坐到世町站，然后再转2号线到新村，这就是韩国的地铁站。我刚刚坐在地铁站上的时候，突然觉得屁股底下一股暖流，我一开始还想说是不是旁边人在放屁，就后来越来越暖，越来越暖。不对，我低头一看，原来它底下有一个机器，然后写说不要触碰，然后就一股暖流缓缓的飘出来，很舒服呢。等一下看一下这个好帅哦。刚刚在地铁里面走着走着，看到一个地图，然后 Google 翻译一下，发现写的是独岛，它是韩国跟日本的争议领土。所以他这样放在地铁里面是宣示主权的意思，独岛是我们的，是这个意思吗？还宣示主权。下车后请付还押金。他怎么说中文？他怎么知道我是讲中文的？可能我买的时候用中。所以我们买了车票之后，只要再插回这个押金退还机500块，就可以退还500块，韩元500。这个是一次性的车票才可以退。一次性车票才可以做这个退还的动作。Oh my god！ 出了地铁站，感受到首尔的威力了。哇，这个地板都是结霜的啊！我上一次走在这种路上是在上海的大学的冬天，
我靠，我感受到这个冬天的威力了 ！Oh my god！ 韩国地图如果在 Google Map 搜寻的话，都没办法用走路的选项。韩国不用 Google， 韩国用什么？ Never， 就像在上海一定要用百度，所以大家来韩国的时候一定要下载一个叫 Naver 的 app， 是吧？然后还要用韩文地址输入。真假的？它不能输入英文。我刚刚用英文输入，它找不到。哇，现在讲话都有烟。对啊，我看现在首尔的温度大概1度左右。我们才离开地铁不到5分钟吧，已经会受不了了他们这个红绿灯设计不错，就我们现在等红灯，地板上就会红色的灯，绿灯了，地上的灯就变成绿色的了。为了地头族而设计的，这样子可以放心的低头滑手机。我手上没知觉。哇，到了，这就是我们今晚要住的饭店。我们从地铁站走过来大概多久啊5分钟。5分钟内其实就可以到了。好，我们接下来要 check in。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去到欧洲，发现欧洲也是这个样子的话，人类就没救了。我跟你讲。大家都说来韩国换韩元比较便宜，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换韩。这边小心哦，这个斜坡超陡，陡到爆。我们现在要走17分钟去换钱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24小时的。网络上都说最好是带着美金去。那你有带美金吗？没有啊，太麻烦了，我还要先去换美金。所以你是带台币去？对，我带台币。OK， 反正大家出国玩嘛，最重要的就2件事情，一个是换外币，另外一个呢就是 eSIM。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eSIM 的好处，但是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害怕、麻烦而不敢使用呢？现在我就教你怎么使用。首先呢，点开影片下方的资讯栏，点击连结，然后这边我建议可以使用 Chrome 或者 Safari 来打开。这一次我们要去的是韩国嘛，所以这边我就选择了韩国，这边选择了10天吃到饱，10天759元，按立即购买。请大家要先确认一下你的手机是否有支援 eSIM 功能，你就可以打开你的打电话，然后输入米06米，就会跳出来这个装置资讯。你有跳出来这个资讯的，就代表你可以使用。我现在已经确认我的手机是有支援 eSIM 功能的，我就可以选择确定。如果你不是透过我的专属链接购买的话，在这边 KOL 推荐代码，你可以输入 Jack Lee。现在买可享5%优惠，成为频道会员则有会员推荐码，享有10%回馈。信用卡有 Visa、Mastercard 跟 JCB， 或者使用 Line Pay 或接口支付或者 Apple Pay 都可以。这边就是订单完成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只要等待 email 呢，通常大概在10到20分钟，但是我昨天帮小帮手买的时候，大概5分钟左右就收到 email。到目前为止的步骤呢，都建议你先在台湾完成哦。那如果你在20分钟后都没有收到 email 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页面截图下来，然后拿着这个单号去问他的24小时真人客服。经过大概8分钟左右，我已经收到了 eSIM 的 email 了。那点开 email 之后呢，这边就可以看到有这个兑换网址在这里。点兑换网址以后，一样我选择用 Chrome 打开。这时候我的这个 QR code 就会出现了。那这 QR code 呢，建议大家把它列印出来，或者是截图下来，然后传给跟你一起同行的友人，因为到时候你的手机是要去扫描这个 QR code。接下来我们就出发去韩国吧。现在我们到达韩国仁川机场了。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你的手机连上机场的 WiFi， 然后打开设定，在行动服务这边加入 eSIM， 然后使用行动条码扫描刚刚准备的那个 QR code。完成之后呢，在 SIM 卡这边有一个主要，然后把主要这个先给它关闭，用作行动数据吧。开启此后嘛，然后再打开数据漫游，之后你就可以回来把 WiFi 关掉。至此，你就可以正常的上网了。然后 YouTube 也可以滑，这样子我们就成功可以上网了。现在来到首尔的感受是什么？除了好冷之外，就是他们的室内做的保暖工作做得蛮屌的。我觉得啦，可能所有的寒带国家可能都是这个样子。我现在是抱着一颗我出国玩的心态，所以现在心情是不错的。如果台北这种天气，我他妈绝对干到要死。到了。时间0点39分，这个兑换外币机休息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在地铁站。为什么刚刚上一秒还在宏大德公园，这一秒在地铁站呢？就是因为刚刚那个机器它其实是24个小时，但是呢，它突然宕机了，跑不动了，所以我们赶快找了一下，发现地铁站还有一台，然后就跑过来，结果地铁站的休息啦，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换外币，又换不到，好险！小帮手在7年前有来过韩国玩，他手上还有好几万韩元吧，够我们撑过今天了。好，我们去吃个东西。刚刚那个怎么样？刚这家店我觉得不错，温馨、小巧、可爱，就大家围在那个炉子旁边，然后现点你要吃什么要吃什么，然后老板现场帮你抓，然后立刻弄好给你。我们刚刚这样吃9500台币，大概210几块，200出头，虽然不到便宜啦，但是也不会贵，就是有种关东煮的感觉。啊，那个辣炒年糕你觉得如何？我觉得不错，因为首先它没有我想象中的辣，也只是我还是得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室内吃这种有辣的，不然你看我现在把帽子脱掉，看起来很狼狈，那是因为我刚流汗了。帽子脱掉以后，我现在觉得超冷，我生怕感冒。那个辣炒年糕我跟台湾吃的完全不一样它的辣炒年糕比较软，Q 弹。对，这个我觉得不错，而且那个老板娘看起来也很和善。他还帮我们装汤，对，他可能觉得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弄，所以特别对啊帮我们弄。我是不知道我要怎么表达我想要喝这个汤，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汤要不要钱，多少钱我都不知道。那我就想说，如果要钱的话，我也不知道它多少钱，会不会很贵？那如果免费的话，我一直喝，我也不太好意思。如果今天是在 Seven 的关东煮，我就拼命咬，反正店员看不到，店员也没差，对不对？但那个是老板的嘛，对不对？我给他喝个10杯，我害怕老板脸色大变。反正我觉得不太好意思，所以我就只喝个1杯，不然依照我的个性，我一定喝到他哭出来。汤王，看乌马，我喝汤不手软。乌马直接喝2壶。对啊，乌马都直接喝2壶，我是觉得不错啊，蛮温馨的，初体验不错。这算是我在韩国境内的第1餐吧，还不错，还不错。刚刚我以为只是我们晚餐的前哨站，吃完之后后面还有真正的晚餐，但没想到小帮手他直接吃饱了，但我还没有，我刚忍着。现在我们只能去便利商店了。你知道吗？其实我有认识一个韩国人。是哦，在哪认识？我在上海高3到大学的时候，有在一个游戏厅打工，跟我一样工读生，我还记得他要吹成语，然后那时候他很常看到我就说：“冠廷哥，以后带我去台湾玩呐。”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去过台湾，但是吹成语，我来首尔了。他是首尔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首尔人。那他爸妈都是韩国人，我有点忘了，但他中文说得非常好，是那种完全没有口音的。那他会说韩文吗？他会说韩文，他那时候还教我很多，除了西巴以外，还有教我一句中文翻译叫一样的。他说你们都只会讲西巴，太烂了。然后他不只会中文，他还会讲一点上海话，算是蛮厉害的。他的上海话水平可能比我还高。然后我记得他是我所有认识的人里面唯一一个跟人家打招呼会鞠躬的人。大家说，韩国人真有礼貌。然后他那时候有一个卷卷的头发，然后配一个黑框眼镜，看起来就很韩国人。那时候的韩国人大概就是这种刻板印象。裴勇俊吗？对啊。崔成宇啊，如果你看到这支影片，跟我讲一下，告诉我你有没有去台湾玩的。好，我们现在回来房间了，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room tower。这个门是向外开的，所以这个落尘区呢就不会挡到。对，它有落尘区，很赞。好，附拖鞋。门口进来呢，旁边就是厕所，但是卫生纸不能丢马桶里面。这个进来以后呢，就是房间了。哇，这个房间非常之大。
完全可以打开2个行李箱，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地板是有地暖的哦，所以从玄关这样子走进来之后，这里就是暖的，你可以舒舒服服的直接踩在这里或坐在地板上都是非常舒服的。这就是我们的 Room Tower。OK，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一下。我是阿白罐头，我们明天见，拜拜。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